AI 牛市才刚刚开始，但90%正在暴涨的 AI 股很快就会跌回原形，甚至一地鸡毛。你没有听错，现在市场上绝大多数人都还沉浸在 AI 普涨的狂欢里，觉得只要沾点 AI 的边就能赚钱，觉得 Intel 就是下一个 NVIDIA， 觉得那些涨了几倍的跟风股还能继续涨。但我今天要告诉你一个非常残酷的真相， AI 投资的 1.0 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从现在开始，这个市场会进入极其残酷的优胜劣汰阶段。90%的 AI 公司会被打回原形，只有不到10%的真正龙头能继续带你赚到下一波的钱。看完这个视频，你会彻底搞清楚 AI 投资现在到底处于什么阶段，为什么 Intel 涨得再好也绝对不能碰， NVIDIA 的护城河到底深到什么程度，让所有竞争对手都望尘莫及，苹果为什么是被整个市场严重低估的 AI 隐藏王者，还有下一波真正能翻倍的机会到底藏在产业链的哪个环节。最重要的是，我会帮你避开那些专门收割散户的蹭热度垃圾股，让你不会成为行情退潮后那个站在高岗上的接盘侠。如果你也想把 AI 投资这件事儿彻底搞明白，不想把前2年赚到的钱再全部亏回去，先点个赞收藏一下，不然后面讲到关键的公司和逻辑的时候，你可能真的找不回来了。现在你可以先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现在手里持有的是芯片股还是软件股，或者是那些最近涨得很凶的跟风股。我会认真看每一条留言，后面讲到具体公司的时候，你可以回来对照一下自己的持仓，看看你手里的股票到底是能穿越周期的核心资产，还是很快就会被淘汰的泡沫。很多人可能会问，你凭什么这么说？你说的这些和我看到的新闻完全不一样啊。那我先给你介绍一个人，他叫 Dan Ives， 是华尔街最顶尖的科技行业分析师，没有之一。你可能没听过他的名字，但你一定知道2023年那波波澜壮阔的 AI 牛市。在2022年底，整个华尔街都在看空科技股，所有人都觉得美联储会一直加息，科技股会继续喋喋不休。NVIDIA 当时才$150左右。没有人觉得它能涨到现在这个价格，就是在那个所有人都绝望的时候， Dan Ives 第一个站出来喊出了 AI 超级周期的到来，说 NVIDIA 会成为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公司，说 AI 会带来一场堪比工业革命的技术变革。当时几乎所有人都在嘲笑他，说他是疯子，说他在吹泡泡，但后来发生的事情你们都看到了。NVIDIA 在1年多的时间里涨了10几倍，整个 AI 板块迎来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波牛市。那些听了他的话的人都赚得盆满钵满，而那些嘲笑他的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行情从自己眼前溜走。他对 AI 产业链的判断准确率在华尔街几乎是独一档的。他不是那种只会看财报写研报的分析师，他会亲自去跑供应链，去和芯片厂的工人聊天，去和科技公司的 CEO 吃饭，去了解最真实的产业情况。他说的话从来不是基于市场情绪，而是基于最扎实的数据和最底层的产业逻辑。而就在最近， Dan Ives 发布了他对2026年 AI 市场的最新预测。他的观点非常明确，也非常反共识。他说 AI 牛市才刚刚开始，未来还有很大的上涨空间，但现在的市场已经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分化。接下来的行情不会再是闭着眼睛买都能赚钱的普涨行情了，而是会变成极少数公司的独角戏。绝大多数现在涨得很凶的 AI 股都会在未来1到2年内跌回他们本来应该有的价格。先把情绪放一边，我们看一下最真实的市场数据。过去3个月，整个标普500指数的涨幅有超过40%是由7家科技公司贡献的，而在 AI 板块内部，这个分化更加极端。NVIDIA、微软、苹果这3家公司贡献了 AI 板块超过80%的涨幅，而剩下的几百家所谓的 AI 公司，很多其实已经开始阴跌了，只是你被那些暴涨的新闻遮住了眼睛，没有注意到而已。这就是 AI 投资2.0时代最核心的特征，不看胆量，看认知。在1.0时代，你胆子越大，买的股票越垃圾，涨的就越多；但在2.0时代，胆子越大的人死的就越惨，因为这个市场已经不再为故事买单了，它只会为真正的技术、真正的产品、真正的客户和真正的现金流买单。很多人到现在还没有反应过来，他们还在用1.0时代的思维做投资，觉得只要是 AI 股就能涨，觉得涨得多的就是好公司，觉得 Intel 就是下一个 NVIDIA。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现在正在接的是别人早就准备好要抛的盘。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现在市场上最火也最危险的一只股票 Intel。
你最近一定刷到过很多关于 Intel 的新闻，说它的 AI 芯片取得了重大突破，说它会成为 NVIDIA 最大的竞争对手，说它的股价还能再翻1倍。过去几个月 Intel 的股价确实涨了很多，从底部上来已经翻了1倍还多。很多散户现在都在疯狂的买入 Intel， 觉得自己找到了下一个 NVIDIA， 觉得自己能抄到底。但我今天要非常明确的告诉你， Intel 绝对不能碰。哪怕它涨得再好，哪怕所有人都在说它好，你也一股都不要买。你先别急着反驳我们先把所有的情绪和故事都抛开，只看最核心的问题， Intel 到底有没有能和 NVIDIA 抗衡的实力。很多人说 Intel 也能做 AI 芯片它的最新款芯片性能也不差没错， Intel 的硬件性能确实在进步，甚至在某些指标上已经接近 NVIDIA 的芯片了。但问题是 AI 芯片的竞争从来都不是硬件性能的竞争，而是生态系统的竞争。这就像手机行业，当年诺基亚的手机硬件其实一点都不比苹果差，甚至在很多方面比苹果还要好。但为什么诺基亚最后还是死了？因为它没有生态。当所有的开发者都在为 iOS 和安卓写应用的时候，诺基亚的塞班系统哪怕硬件再好，也没有人愿意用了。NVIDIA 现在在 AI 芯片领域的地位就相当于当年的苹果和安卓加起来，它的 CUDA 生态系统已经发展了10几年了。全世界所有的 AI 开发者几乎都是在 CUDA 的基础上写代码的。现在全世界有超过400万的 AI 开发者，他们写的所有大模型，所有的 AI 应用，默认都是跑在 NVIDIA 的芯片上的。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如果有一家公司想要放弃 NVIDIA 的芯片，改用 Intel 的芯片，它就必须把自己所有的代码全部重新写一遍。这个成本是天文数字，而且需要花费好几年的时间。没有任何一家公司会愿意为了一点点硬件性能的提升去承担这么大的成本和风险。这就是 NVIDIA 最可怕的护城河，它不是靠技术垄断，也不是靠价格战，而是靠10几年积累下来的生态系统。这个护城河根本不是靠钱就能在短时间内补上的，哪怕 Intel 每年投入几百亿美元做研发，它也不可能在3到5年内建立起一个能和 CUDA 抗衡的生态系统。而现在的 Intel 其实什么都没有，它没有自己的软件生态，没有稳定的大客户，没有成熟的 AI 解决方案，它现在所有的上涨都只是靠市场情绪和动量在撑着，市场给它的估值已经完全脱离了它的基本面。你想想 Intel 现在的市盈率已经超过了30倍，而它的净利润还在下滑，它的 PC 业务还在萎缩，它的数据中心业务大部分还是靠传统的 CPU。AI 芯片的收入占比连5%都不到，这样的一家公司凭什么支撑这么高的估值？说白了，现在买 Intel 的人买的根本不是它的基本面，而是一个它会成为下一个 NVIDIA 的故事。但这个故事从一开始就是不成立的。因为 NVIDIA 的成功是时代、技术、生态和运气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不可复制的。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 Intel 永远都不可能成为下一个 NVIDIA， 它最多只能成为 AI 芯片市场的一个二流玩家，分一点点剩下的蛋糕。而现在市场给它的估值已经把它当成了第2个 NVIDIA 来定价了。一旦这个故事破灭，一旦市场情绪退潮， Intel 的股价会跌得非常快，非常惨。那些现在在高位接盘的散户很可能会被套很多年都解不了套。这就是我为什么反复提醒你不要碰 Intel， 不是因为它不好，而是因为它的价格已经远远超过了它的价值。现在买入 Intel 不是投资，而是赌博，而且是一场胜率极低的赌博。说完了不能碰的，我们再来说说那个绝对不能卖的，那个 AI 时代真正的神 NVIDIA。现在市场上有很多人在唱空 NVIDIA， 说它的估值太高了，说它的泡沫太大了，说它很快就会崩盘。还有很多人说 AMD 会打败 NVIDIA， Intel 会后来居上， NVIDIA 的垄断地位很快就会被打破。但我要告诉你的是，至少在未来3到5年内，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能撼动 NVIDIA 在 AI 芯片领域的绝对统治地位。NVIDIA 不仅现在是 AI 芯片的绝对龙头，未来也会是任何对 NVIDIA 的回调都是绝佳的买入机会。很多人说 NVIDIA 的估值高，没错，它现在的市盈率确实不低，但你要知道，估值高不高不能只看静态的市盈率，还要看它未来的增长速度。
NVIDIA 现在的增长速度是历史上任何一家大公司都从来没有达到过的。它的营收在1年之内翻了3倍，净利润翻了5倍，而且这个增长速度还没有任何放缓的迹象。根据 Danives 的预测，到2027年，全球 AI 芯片的市场规模会超过5000亿美元，而 NVIDIA 现在占据了这个市场超过80%的份额。也就是说，哪怕 NVIDIA 的市场份额不增长，只是跟着市场一起涨，它的营收也会在未来3年内再翻好几倍。这样的增长速度支撑现在的估值其实一点都不过分，而且更重要的是 NVIDIA 的护城河还在变得越来越深。它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正循环，越多的开发者用 CUDA， 就有越多的软件支持 NVIDIA 的芯片，越多的软件支持 NVIDIA 的芯片，就有越多的客户买 NVIDIA 的芯片，越多的客户买 NVIDIA 的芯片 ，NVIDIA 就有越多的钱投入研发 ，NVIDIA 投入越多的研发，它的芯片性能就越好，生态就越完善，市场份额就越高。这个正循环一旦转起来，就几乎不可能被打破。AMD 的芯片性能可能确实在接近 NVIDIA， 但它的生态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就像我刚才说的，没有任何一家公司会愿意为了一点点性能提升去重新写所有的代码。还有很多人说云厂商会自己做芯片，会替代 NVIDIA， 比如谷歌的 TPU、亚马逊的 Trainium、微软的 Maya。没错，这些云厂商确实在自己做芯片，但他们做芯片的目的不是为了打败 NVIDIA， 而是为了和 NVIDIA 砍价，为了降低自己的成本。他们自己做的芯片只会用在自己的内部业务上，不会对外销售，而且他们的芯片也只能跑自己的大模型，通用性远远不如 NVIDIA 的芯片。说白了，这些云厂商自己做芯片，最多只能减少一点对 NVIDIA 的依赖，但根本不可能替代 NVIDIA。因为他们自己做芯片的成本其实比买 NVIDIA 的芯片还要高，他们只是把这个当成一个谈判的筹码而已。所以你看 NVIDIA 现在的地位其实是非常稳固的，它不仅是 AI 时代最大的受益者，也是 AI 时代的基础设施提供商。整个 AI 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 NVIDIA 的芯片，只要 AI 超级周期还在继续， NVIDIA 的增长就不会停止。当然，我不是说 NVIDIA 的股价会一直涨，不会回调，任何股票都会有回调的时候，尤其是涨了这么多之后，但每一次回调都是给你上车的机会。如果你错过了2023年的 NVIDIA， 不要再错过接下来的回调了，因为在 AI 时代，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能比 NVIDIA 更确定、更有增长潜力。说完了 NVIDIA 这个名牌的真神，我们再来说说那个被整个市场严重低估的 AI 时代的隐藏王者。苹果，很多人觉得苹果在 AI 上落后了。你看 OpenAI 推出了 GPT， 谷歌推出了 Gemini， 微软把 Copilot 融入了所有的产品，甚至连 Meta 都开源了 Llama。但苹果呢，好像什么都没做，连一个像样的大模型都没有拿出来。很多人都说苹果已经错过了 AI 时代，它会成为下一个诺基亚。但我要告诉你的是，这是整个市场最大的误判。苹果不仅没有错过 AI 时代，它反而会成为 AI 时代最大的赢家之一。而且它的 AI 逻辑和所有其他公司都不一样，它走的是一条别人根本走不了的路。你有没有发现，所有其他公司做 AI 都是在做云端的大模型，他们都在比谁的模型参数更多，谁的模型更聪明，谁的训练速度更快。但苹果从来没有参与过这场竞赛。因为苹果从一开始就知道，云端大模型的战争最后只会剩下少数几家赢家，绝大多数公司都会成为炮灰。苹果要做的不是云端的大模型训练，而是端侧的 AI 推理。什么意思呢？就是把 AI 能力直接放到你的手机、电脑、平板、手表这些终端设备上，让 AI 在你的设备本地运行，而不是在遥远的云端。你可能会说，端侧 AI 的性能不如云端 AI 啊，它跑不了太大的模型。没错，但端侧 AI 有一个云端 AI 永远都比不了的优势，它离用户最近。你想想，你每天用的最多的设备是什么？不是你的电脑，也不是你的平板，而是你的手机。你每天会花好几个小时在手机上，你所有的个人数据、所有的生活习惯、所有的社交关系都在你的手机里。而全世界有超过20亿台活跃的苹果设备，这是全世界最大的 AI 终端入口，没有之一。未来所有的 AI 应用最终都要跑到用户的终端设备上，
不管你在云端训练了多么强大的大模型，最后都要通过手机、电脑这些终端才能触达用户。而苹果控制了整个终端的硬件和软件生态，它可以决定哪些 AI 应用能在它的设备上运行，哪些不能。它还可以向每一个在它的设备上运行的 AI 应用收取30%的佣金。这就是苹果最可怕的地方，它就像是整个 AI 世界的收费站。现在所有人都在抢着挖金矿，都在拼命的训练大模型，都在烧钱做 AI 应用。但不管最后谁挖到了金子，谁的应用成功了，苹果都能赚到钱，因为所有的金子都要通过苹果的收费站才能到达用户手里。而且你别忘了，苹果有全世界最好的芯片设计能力，它的 M 系列芯片和 A 系列芯片在端侧 AI 性能上已经远远领先于所有的竞争对手。现在的 iPhone 15 Pro 已经可以本地运行70亿参数的大模型了，未来的 iPhone 16会有更强大的 AI 芯片，会支持更大的模型。到那个时候，你手机上的所有应用都会被 AI 彻底重构。你想想，当你的 Siri 变得真正聪明，能帮你处理所有的日常事务，当你的相机能自动帮你拍出最好看的照片，当你的手机能帮你总结邮件、安排日程、回复消息，当所有的第三方应用都接入了苹果的 AI 能力，那个时候苹果的生态粘性会变得比现在还要强得多。而现在市场根本没有给苹果的 AI 业务任何估值，现在苹果的估值还是按照一家传统的消费电子公司来给的，它的市盈率只有20多倍，相对于它的盈利能力和未来的 AI 潜力，这简直就是白菜价。Daniels 说，苹果是现在整个科技行业最被低估的公司。他给苹果的目标价比现在的价格还要高50%以上。他认为未来2年苹果的 AI 业务会给他带来超过1000亿美元的额外收入，而这个增长现在还完全没有反映在股价里。所以你看，苹果不是没有 AI， 而是它的 AI 藏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它没有像其他公司那样到处讲故事、到处吹牛逼，而是在默默的布局、默默的打磨产品。等到所有人都反应过来的时候，苹果已经成为了端侧 AI 的绝对统治者。芯片是 AI 的基础设施，现在已经涨了很多了。NVIDIA 的股价已经反映了大部分的预期，虽然未来还有空间，但很难再像过去那样一年涨10几倍了。那么下一波真正能翻倍的机会到底在哪里呢？答案是 AI 软件应用层。这是整个 AI 产业链里现在最被低估，也是未来增长空间最大的一个环节。芯片最终是要用来跑软件的，如果没有真正有价值的 AI 应用，那么再强大的芯片也只是一堆没用的硅片。只有当 AI 应用大规模落地，开始真正创造价值的时候，整个 AI 产业的价值才能真正体现出来。现在的 AI 产业就像是2000年的互联网，那个时候所有人都在铺光缆、建服务器，都在做基础设施。但真正赚大钱的不是那些做基础设施的公司，而是后来出现的谷歌、亚马逊、Facebook 这些互联网应用公司。 AI 产业也会走同样的路。现在我们正处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阶段，所以芯片公司涨得最好。但接下来当基础设施建设完成之后，增长的接力棒就会交到 AI 软件应用公司的手里。未来2年 AI 软件应用层会出现一批翻倍甚至几倍的公司，这是普通散户现在最好的布局机会。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 AI 软件公司都能成功，恰恰相反，绝大多数 AI 软件公司最后都会死掉。只有那些已经有成熟产品、有付费客户、有现金流、有明确商业模式的公司才能活下来，并且成为最后的赢家。我给你梳理几个现在最值得关注的方向和公司。第一个，也是最确定的一个，就是微软。微软现在是整个 AI 软件领域的绝对龙头，没有之一。它不仅投资了 OpenAI 拥有 GPT 的独家授权，还把 Copilot 融入了所有的产品里，从 Office 到 Windows， 从 Azure 到 Dynamics， 微软的每一个产品都在被 AI 彻底重构。而且微软已经开始大规模商业化了，现在已经有超过100万家企业在使用微软的 Copilot， 每个用户每个月要付30美元。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按照这个速度，微软的 Copilot 业务很快就会成为一个年收入超过1000亿美元的业务。更重要的是，微软的 Azure 云服务现在是全球第2大云服务商，也是增长最快的云服务商。绝大多数企业想要做 AI 都会选择 Azure 云。
因为只有 Azure 云能提供最好的 OpenAI 模型和最好的 AI 基础设施，所以你看，微软其实是 AI 时代最大的赢家之一。它既有最好的大模型，又有最好的云服务，还有最多的企业客户，它的增长确定性其实一点都不比 NVIDIA 差。而且现在微软的估值比 NVIDIA 还要低很多。第二个方向是垂直领域的 AI 解决方案，通用大模型的战争已经基本结束了。最后只会剩下 OpenAI、谷歌、Anthropic 这少数几家公司，但在各个垂直领域 ，AI 的应用才刚刚开始。很多行业，比如金融、医疗、制造、政府，都需要专门的 AI 解决方案来解决他们自己的特定问题。在这个领域，最值得关注的公司就是 Palantir。很多人对 Palantir 的印象还停留在它是一家做情报软件的公司，是给美国政府服务的。但现在的 Palantir 已经彻底转型成为了一家 AI 公司。它的 AIP 人工智能平台是现在市面上最好的企业级 AI 解决方案之一。Palantir 的优势在于它非常懂数据，它做了10几年的数据整合和数据分析，知道怎么把企业里杂乱无章的数据变成能被 AI 使用的结构化数据。而且它的客户粘性极强，一旦一个企业用上了 Palantir 的产品，几乎就不可能再换掉了。现在已经有很多政府部门和大型企业开始使用 Palantir 的 AIP 平台，它的 AI 业务收入正在以非常快的速度增长。Danives 说 Palantir 会成为 AI 时代最重要的公司之一，它的股价未来还有很大的上涨空间。第三个方向是 AI 加网络安全。AI 的发展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那就是网络安全威胁会爆发式增长。黑客可以用 AI 来生成更复杂的恶意代码，来发起更精准的网络攻击。传统的网络安全解决方案已经根本无法应对 AI 时代的网络威胁了，所以 AI 会彻底重构网络安全行业。那些能把 AI 技术融入自己产品里的网络安全公司会获得巨大的增长机会。在这个领域，最值得关注的公司就是 CrowdStrike。CrowdStrike 是现在全球领先的云原生网络安全公司，它很早就开始把 AI 技术用在网络安全上了。它的 Falcon 平台用 AI 来实时检测和阻止网络攻击，准确率非常高。现在已经有超过3万家企业在使用 CrowdStrike 的产品，包括全球500强里的绝大多数公司。随着 AI 时代的到来，企业对网络安全的投入会越来越大。CrowdStrike 作为这个领域的龙头，会直接受益于这个趋势，它的增长速度在未来几年会明显加快。第四个方向是 AI 加企业软件，所有的企业软件最终都会被 AI 重构。不管是 CRM、RIPRM 还是办公软件，都会加入 AI 能力，变得更加智能、更加高效。那些能率先把 AI 融入自己产品里的企业软件公司会获得巨大的竞争优势。在这个领域，最值得关注的公司就是 Salesforce。Salesforce 是全球最大的 CRM 厂商，拥有最多的企业客户。它现在正在把 AI 全面融入自己的所有产品里，推出了 Einstein 平台。它的 AI 可以帮销售自动生成邮件，总结客户对话，预测销售机会，能极大的提高销售的工作效率。Salesforce 的客户粘性非常强，而且它的订阅模式非常稳定。当它的所有客户都开始使用它的 AI 功能的时候，它的收入和利润会迎来新一轮的爆发式增长。当然，除了这几家公司之外，还有很多其他优质的 AI 软件公司。但我要提醒你的是，在布局 AI 软件股的时候，一定要避开那些只会讲故事、没有任何实际产品和收入的公司。现在市场上有很多这样的垃圾股，他们只是改了个名字，说自己是 AI 公司，就开始疯狂的割韭菜。这些公司最后都会跌得一文不值。你一定要记住，在 AI 投资 2.0 时代，只有那些真正有技术、有产品、有客户、有现金流的公司才能给你带来回报。那些只会讲故事的公司只会让你亏钱。讲了这么多，我给你总结3条 AI 投资的铁律。只要你能严格遵守这3条铁律，你就能在 AI 投资里避开绝大多数的坑，并且真正赚到钱。第一条，永远不要碰没有护城河的跟风股。尤其是那些只是改个名字就说自己是 AI 公司的，那些没有任何核心技术，只是靠蹭热度炒概念的，那些营收和利润都是负的，全靠融资活着的，这些公司涨得再凶也不要碰，因为它们本质上就是泡沫，迟早会破灭。
第二条，永远不要卖出核心资产。NVIDIA 是 AI 时代的绝对核心，微软是 AI 软件的绝对核心，苹果是端侧 AI 的绝对核心。这3家公司是 AI 产业里最确定、最有增长潜力的公司。任何对他们的回调都是买入的机会，不要因为短期的波动就轻易卖出它们。第3条，提前布局下一个阶段。现在芯片股已经涨了很多了，虽然还有空间，但很难再像过去那样暴涨了。下一波的机会在 AI 软件应用层。你现在就可以开始逐步建仓那些优质的 AI 软件公司，耐心等待他们的爆发。AI 是这个时代最大的财富机会，这一点毫无疑问。但它也是这个时代最大的陷阱。很多人在 1.0 阶段赚到了钱，但会在 2.0 阶段全部亏回去，甚至亏得更多。因为他们用 1.0 阶段的思维去做 2.0 阶段的投资，他们觉得只要胆子大就能赚到钱。但他们不知道的是，现在的市场已经不再奖励胆量了，它只会奖励认知。你永远赚不到你认知以外的钱。如果你想在 AI 投资里真正赚到钱，你就必须不断地提升自己的认知，不断地学习，不断地研究产业的底层逻辑。不要被市场情绪左右，不要被那些热门的新闻和故事迷惑，要学会独立思考，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如果你想在 AI 投资里不被收割，真正赚到钱，订阅我的频道。后面我会继续拆解 AI 产业链的各个环节，给你分析更多优质的公司，帮你避开那些隐藏的坑。我会用最扎实的数据、最底层的逻辑，带你看清 AI 投资的真相。最后要提醒大家，本视频所有内容都只是我的个人观点和信息分享，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所有的投资决策都应该由你自己做出，并且承担相应的风险。如果你有任何疑问，一定要咨询专业的投资顾问。